安南郡主呢？从昨儿起就没见着安南郡主了，世子爷不问，奴才都没顾得上他。顺公公担心安南郡主也病倒了，毕竟皇上病倒后，安南郡主就一直在病榻前掉泪珠子，怕安南郡主会哭晕。顺公公赶紧让丫鬟送安南郡主回去歇养。若是安然无恙，就请安南郡主进宫一趟。他进宫都困难了，却还想到安南郡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世子妃，您吃饭吧。早饭就没怎么吃了，中午还不吃，你受得住，腹中孩子也受不住啊。柳儿把明媛扶起，也只有孩子能让他吃2口了。把牢门打开。刑部尚书是想做什么？荣王世子进宫了，说服皇后让世子妃进宫给皇上解毒。明媛起身，我与你一起去。皇后只许世子妃一人进宫。你们北越人求人治病就是这样的态度？我不同意你带她走，你以为你能带她走吗？反正已经得罪皇后了，索性得罪到底吧。把定北侯世子的铁锁打开。才走了一条街，在进宫的必经之路上，一群蒙面杀手提着刀跑出来。皇后连1年半载都不愿再等，即刻就想捧梁王上位了。杀！刺客提着刀杀过来，护卫严阵以待，护着马车。怎么请我进宫？不知道呢，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皇上病重，郡主进宫又帮不上什么忙，难道是皇上醒了？醒了也顾不上见我呀。郡主，咱们此行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尽快回东陵吧。北越这摊子事儿，咱们还是少掺和为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帮我更衣，我要进宫。郡主，万一进宫是个陷阱呢？咱们不能冒这个险。这里是行宫，私下都是北越人，又急召我进宫，我们现在想走，只怕没那么容易。闹街上，刺客和护卫拼杀，尸体倒了一地。快赶马车！刑部尚书跳上马车，一甩马鞭子，直朝皇宫方向奔去。弓弩调转方向，瞄准马，一箭射在马肚子上。马中箭后，跑得更快了。要不是魏明成拉着刑部尚书，他会被甩下去。马跑到宫门前，就倒地不起了。魏明成把明媛扶下来，明媛一把推开他，跑一旁吐去了。镇南王世子妃没事吧？对不住了，实在护不了2个人。如果没有大碍，就先进宫吧，这里也不是歇息的地方。他们真是命大，派出那么多杀手，都要不了他的命。明媛走到龙榻前，坐下给北越皇上把脉。这是遇到了刺客，好在有定北侯世子极力相助，我和镇南王世子妃才能进宫。替刑部尚书医治。明媛给北越皇上把脉后，然后去看他眼睛，然后从袖子里掏出银针。不许乱动！北越皇后若是不放心，大可以替北越皇上试针。他能保证扎北越皇上是治病救人，扎他即便是同样的穴位，也能要他半条命。若是一定要试针，让我来。居然在我退缩的时候表孝道，回头皇上醒过来，顺公公一说，皇上怎么看我？明媛没让荣王世子试针，眼下根本就没时间让他浪费。荣王世子把北越皇上扶起，明媛4根银针扎下去，北越皇上一口毒血吐出来，气息匀称了几分。过了半盏茶的功夫，明媛把银针取下来。皇上什么时候能醒？差不多半个时辰，皇上就能醒了。我去开药方，一定让人盯着熬药，不可出岔子。荣王世子看了北越皇后一眼，你就在这里，皇上进口的东西都先检查一遍。右相和魏国公他们一直没走，他们是来护荣王世子镇着北越皇后的，有他们在，北越皇后休想一手遮天。明媛疲惫得很，在刑部大牢里吃的饭菜，在宫门口全吐了，这会儿饿得很。快端御膳来。工人以为是给皇上准备的，赶紧下去准备。御厨匆匆做了几个菜端来，明媛坐上桌，拿起筷子就吃。这是给皇上准备的呀。熬些粥送来，就普通的清粥就行了，别加什么燕窝。你们皇上现在虚得很，吃不了太好的东西。北越皇后眸光从北越皇上脸上瞥过，而后看向明媛。听说镇南王世子遇刺，下落不明，找到他人了。明媛正夹菜呢，闻言脸一沉，眸底一抹寒芒闪过去。
难道本宫得到的消息有误？镇南王世子没出事？皇后衣不解带地照顾皇祖父，累得都快体力不支了。没想到消息还这么灵通，这还多亏了荣王妃，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镇南王世子出事了。这么大的事儿，荣王世子知道也不禀告朝廷，要是真的捅破天了，你以为凭自己能摆得平吗？荣王妃，梁王是想挑拨离间吗？我用得着挑拨吗？还是要让荣王妃来对峙？梁王都不怕对峙，我怕什么？那就请王妃进宫一趟吧。皇上还没醒，你们却为镇南王世子起争执，这就是你们的孝心？看来皇后是真累着了。镇南王世子的事可是您先提的。右相和魏国公他们一直站在没动，他们也被皇后的话震得不轻。他们并不知道镇南王世子遇刺了。皇后太累了，还是先回宫歇着吧。皇祖父这里有我们在呢，去请王妃来。明媛拿起筷子继续吃饭，他必须得养好身子骨，才能替楚墨尘报仇。他不是被关在刑部大牢吗？怎么允许他进宫了？是你荣王世子表哥要他进宫的。他都把外祖父害成这样了，荣王世子表哥还信任他，他包藏祸心，你可别被他给利用了。动了，皇上的手动了。北越皇后转身看向龙榻，北越皇上的手指果然在动，但人还没醒，也没人敢叫醒他。又过了半盏茶的功夫，北越皇上才徐徐转醒。皇上，你总算是醒了。太医把药端过来，安南郡主伸手要接药碗，太医脚步一快，把药碗递给了明媛。没问题。话音未落，北越皇后已然伸手了。把药给我。这么点小事，还是我来吧。本宫想亲自给皇上喂药都不成，还是这药里有什么？你们皇后不信任我呢，好好检查下药里有没有问题，万一经过谁的手，里面下了点毒，也能证明我的清白。太医端药的手都在哆嗦，却不敢掉以轻心，检查药有没有问题，然后递给北越皇后。北越皇后哪还敢喂，直接站了起来。药碗送不出去，只能太医喂北越皇上了。外祖父，你快吃药，吃了药很快就能好起来了。北越皇上张开嘴，太医一勺一勺地把药喂进去。一碗药喝完，顺公公赶紧给皇上端茶漱口，然后塞一颗蜜饯压苦涩。皇上体内的毒暂时是压住了，短时间内没有性命之忧了。送镇南王世子妃回刑部大牢。皇祖父的病情才刚稳定点儿，镇南王世子妃进宫也是九死一生，他该留在宫里。北越皇上脸寒如霜，他要开口，结果一阵剧烈咳嗽。父皇需要静养，大家还是先出去吧。荣王妃来了。谢天谢地，皇上可算是醒了。荣王妃进宫做什么？荣王世子是不是太较真了点儿？皇上才刚好转一点儿，就算荣王妃告诉了本宫镇南王世子遇刺的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回府问还不行，非得劳烦荣王妃进宫一趟，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我出府之前，王妃就想进宫探望皇祖父，我不过是趁机让王妃进宫一趟而已。镇南王世子出事那天，皇祖父中毒晕倒，荣王府被禁足。王妃是怎么知道镇南王世子遇刺，还告诉皇后的？是我告诉皇后的，怎么了？当真是王妃告诉皇后的？这么点小事，我用得着撒谎吗？确实不用撒谎。荣王妃并不知道魏姑娘就是大景朝镇南王世子妃，本宫相信镇南王世子妃给皇上下毒的事儿，荣王妃并不知情。谁给皇祖父下毒，镇南王世子妃也不会。居然这么信任我，世子就这么信任镇南王世子妃？我没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表妹。表妹？大景朝镇南王世子妃是他的表妹？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和云溪郡主的关系的？北越皇后手攥得紧紧的，她还在想这表妹二字从何谈起，结果抬头正好看到安南郡主，从她的脸上，北越皇后看到了恐惧，有些不明白的是，电光火石之间全都通透了。大景朝镇南王世子妃是你的表妹，这话从何说起？镇南王世子妃的胞妹，也就是定北侯府二姑娘模样和已过世的皇祖母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虽然也是前些天看到皇祖母的画像，觉得眼熟，才想起来
这事儿北越皇上还真不知道，他做梦也没想过这世上会有人长得和云溪郡主一模一样。孙儿起初并未想起来在哪里见过那张萧似皇祖母的脸，暗卫只记得在大景朝宴会上瞧见他和镇南王世子妃说话，正巧大景朝恒王来我北越，我便把皇祖母的画像临摹了一份，挂在他下榻的驿站。恒王看到那幅画很诧异，定北侯的女儿画像怎么会出现在我北越驿站内？大景朝恒王的话，荣王世子也敢相信？一幅画挂在墙上，谁会想到是陷阱啊？他们说的时候，我的人在驿站外，并没有露出马脚来。再者，我是怕打草惊蛇，不然这画大可以直接给派去大景朝接我回来的大臣看，他们定然觉得这画中人眼熟。只是长得相似而已，天下之大，有一两个人模样酷似不足为奇。我在大景朝待了2年，也听说了不少的事。大景朝定北侯夫人并非苏家老太爷亲生，是苏家养女。云溪郡主的贴身丫鬟云嬷嬷这些年一直待在穆王府，暗中寻找被她弄丢的公主。刺客找她要云溪郡主的信物，云嬷嬷惨死，玉佩在镇南王世子妃手中。为了得到玉佩，刺客挟持了她。这些事随便派人去大景朝打听，知道的人啊，绝不在少数。如果魏明慧长得和云溪郡主相似是巧合，那魏明慧的娘不是苏家亲生，是养女，也是巧合吗？就算这2件都是，那云嬷嬷把云溪郡主的遗物交给明媛又是为何？巧合太多，就不是碰巧2个字能解释得通的。大景朝距离我北越有千里之遥，即便派人快马加鞭赶去，一来一回至少也要2个月了，谁也不能保证派去的人打听到的消息就是真的。荣王世子这招拖延时间的办法当真是高。北越大臣去大景朝接荣王世子，应该在宴会上见过舍妹吧？这一提醒，荣王世子猛然反应过来，快去请那些大臣进宫。皇上，派去大景朝接荣王世子的人都是荣王的心腹，他们作证不足取信啊。北越皇上靠在大营枕上，他早拿到了云溪郡主的玉佩，也深信明媛就是他的外孙女儿，只是顾全大局，想知道东陵送一个假郡主来目的何在，一直忍着没说。没想到他一遭昏迷，这事儿就被捅出来了。都知道朕思念云溪郡主，想找回遗失在外的骨肉，会有人心怀叵测，弄虚作假，不足为奇。先让那些去大景朝的大臣认认，若真在大景朝见过一张酷似云溪郡主的脸，朕便请大景朝定北侯携带妻儿进京。只要他们赶来，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如果他是真的，那安南又是谁？明媛看着他，他还真有点同情安南郡主，被人利用来北越，虽然不知道目的是什么，但被人利用总归是惨。只是这一看，明媛发现不大对劲，明媛后退2步，走到魏明成身边。他是假的。火光之间，他抓了北越皇后做人质。好一个镇南王世子妃啊，居然能识破我是假的。我说他是假的，皇后怎么不警惕？放了我母后，我饶你不死。我不会伤害皇后，我只想活着出宫。说完，手往北越皇后嘴边一捂，北越皇后心下一惊，不知道什么就被塞进了她的喉咙里。只是一点毒药而已，皇后娘娘不用害怕。来北越这么久，多亏你照顾郡主，感激之情无以为报。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只要我安然离开北越，自然会把解药送到皇后手中。当然了，大景朝镇南王世子妃医术高超，她或许能解我下的毒，但皇后娘娘觉得她会给您解毒吗？北越皇后凤袍下拳头攥紧，唇瓣抿紧，一言不吭。丫鬟看着那些弓箭手和侍卫，小心着点儿，万一失手了，我死了不要紧，不过是贱命一条，你们可就得给我陪葬了。都给我撤下！梁王追到了宫门处，还不放了我母后！我与皇后无冤无仇，不会要她的命。如果梁王孝顺，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让你换她。我换！皇儿，还要敢轻举妄动，我一定带兵踏平东陵。丫鬟一步步退出北越皇宫，梁王孤身一人跟出来。等他出来，2名黑衣暗卫过来，直接把刀架在了梁王脖子上。
丫鬟放开北越皇后，就这样人质做了交换，未免梁王反抗，给梁王也服了毒。速速出城。说完，他看向北越皇后，不许让人跟来，100里之后，我自然会放了梁王。本宫凭什么相信你？眼下除了相信我，皇后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吧？说完，一甩马鞭，直奔城门方向。一边是北越皇后被下了毒，一边是梁王做人质，没有人敢去追他们。假安南郡主和暗卫畅通无阻地出了城，确定没人追来后，丫鬟吩咐暗卫给梁王解毒。暗卫从怀里摸出解药，喂给梁王服下。刚刚实在是对不住了，若非是逼不得已，我绝不会这么做的。虽然给他解毒了，但他浑身无力，至少半个时辰之内，他是不可能打得过2个暗卫逃回京的。真正的郡主是大景朝镇南王世子妃，他和荣王世子是一伙的，有他和他背后的大景朝势力，梁王绝不是荣王世子的对手。就这样错失储君之位，梁王真的甘心吗？你们是假的，大景朝镇南王世子妃也未必是真的。郡主的玉佩确实是从镇南王世子妃手里夺来的，若非怕露馅儿，郡主也不会一而再的针对他。你们这么处心积虑，到底是想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梁王殿下不必知道。眼下只有与我东陵合作，你梁王才有和荣王世子继续争夺储君之位的可能。梁王脸上的冷意凝固，眸底晦暗莫测。今日挟持皇后，实在是逼不得已。我东陵绝没有和梁王敌对的想法。眼下东陵除了与我合作，还有别的选择吗？梁王别生气，当时在皇上寝殿内，我能抓做人质的不少。之所以放弃他们选择皇后，也是出于将来考虑。我和皇后还有梁王撕破脸皮，谁会怀疑我们暗中还会有来往呢？把我母后的解药给我。解药我可以给你，但不到万不得已，你不要给皇后服下。梁王没有理他，该怎么做他心里有数。皇祖父是不是早就知道镇南王世子妃才是您真的外孙女儿？顺公公转身去捧了只锦盒来，走到荣王世子跟前停下。啊，这不是你在宫里遗失让我找的玉佩吗？怎么会有2只？其中1只是安南郡主的。拿到镇南王世子妃丢失的玉佩，皇上就知道谁才是他亲外孙女了。皇上为何不告诉臣妾，让臣妾宠着一个假郡主那么久？宫里头后妃那么多，也没谁跟你似的宠着安南郡主啊。旁人都是意思意思，谁让你真宠的？莫非皇上这回中毒是假郡主所为？明媛站在一旁狠狠地翻了一记白眼。这黑锅甩得可真麻溜，东陵送个假郡主来，本就包藏祸心，给他背黑锅倒是没人会怀疑。正想着呢，北越皇上突然一阵咳嗽，太医赶紧上前，只是走了几步，见明媛移了脚步，赶紧停下。北越皇上没让明媛给他把脉，只握着明媛的手，老泪纵横，半天才反应过来，他不只有个外孙女，还有个外孙儿。他看向魏明成，魏明成迈步上前，这种半道上认亲，明媛陌生，但他已经很熟了。朕此生无憾了。皇上，您膝下不止这2个外孙儿，还有一个酷似云溪郡主的孙女儿，您亲生女儿还活得好好的呢。朕有脸去九泉之下见云溪了。皇祖父，孙儿这就派使臣去大景朝，请他们来北越一趟。北越皇上才刚醒，强撑着没睡过去，现在一高兴反倒扛不住了，帮他掖好被子。明媛问顺公公，可查到安南郡主此行的目的？没查到。那安南郡主怎么会逃走？走得这么毫不犹豫，应该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安南郡主处心积虑地来到我北越，为此还去抢镇南王世子妃的玉佩，不是冲着皇儿来的，还能是谁？给皇上下毒也成功了。她是假郡主的身份，一旦被人质疑，她就再也没有了靠近皇上的机会。明媛看着北越皇后，北越皇后凑过来是希望明媛给她解毒，但明媛就不提这事儿，她不主动，也没人敢让她帮北越皇后解毒。明媛有些乏了，想去睡一觉，只是她还没有开口，北越皇后头晕了，她倒在嬷嬷怀里，吓得嬷嬷脸色刷白，忙叫太医。太医颤巍巍地把脉，
嬷嬷看太医的眼神很冷，太医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向明远。皇后中的毒，臣实在是没办法呀，还是请镇南王世子妃。我给你们皇上解毒，皇后都胆战心惊的，唯恐我会趁机下毒手。你让我给皇后解毒，你是想皇后没被安南郡主的丫鬟毒死，胡后被我吓破胆吗？臣不敢。我医术再高，也不是什么毒都能解。安南郡主处心积虑来北越，他还指着皇后和梁王回东陵，他下的毒怎么可能轻易解开？不愿给我解毒，还把理由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皇上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醒，皇后还是回宫歇着吧。皇后，奴婢还是扶您回去吧，等皇上醒了再来探望不迟。我也该出宫了，我是回行宫还是回刑部大牢？郡主留在宫里吧，万一皇上病情有反复，你给皇上治病也方便。宫里怕不安全，还是去荣王府住吧。回行宫，把关在刑部大牢的暗卫放了就行了。魏明诚一锤定音：魏姑娘当真是你表妹？明媛的确是我的表妹，父王的外甥女。荣王喜极而泣，只是高兴了没一会儿，他又想起楚墨尘出事的事。派人去找镇南王世子了吗？父王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了。荣王世子不想说楚墨尘生死未卜的事，他来找王爷，一来是知道王爷想问清楚明媛的身份，二来为荣王妃帮皇后的事。谁让你进屋的？王爷让王妃您去他那儿一趟。我不去。荣王妃不去，丫鬟就直接去回小司了。还是让王妃自己去吧，不然我们动手，王妃面子上就挂不住了。去王爷那儿，或许没事呢。进屋就看到荣王阴冷如寒冰的眼神，荣王妃后背一寒，双腿发软。我有错，世子就没有吗？若不是他欺瞒不报，我会倒向皇后和梁王吗？荣王还没有发难，荣王妃先训斥荣王世子了。荣王世子也不说话，只静静地看着他作死。荣王气得嘴皮都泛青，胸口痛，直接让人把荣王妃拖下去了，贬为荣王府侧妃。行宫内，明媛一觉醒来，天已经很黑了，怕灯烛太亮，明媛会睡不着，只远远地摆了2盏灯，风吹进来，灯烛摇曳，也不知道是不是吹进了风沙，眼泪就那么掉了下来。魏明诚怕明媛心情不好，过来看他。明媛一见他进来，连忙抬手把眼泪擦干净。吃了许久的北粤菜，我下厨给你做了几个大景名菜，你尝尝味道如何？大哥还会做菜？柳儿把菜端出来，明媛便嗅到一股香味儿，竟是他爱吃的松鼠桂鱼。看来大哥不仅会做菜，而且还很拿手呢。你都还没吃过，就给这么高的评价，不怕最后失望？外脆里嫩，酸甜适口，大哥的手艺都快赶得上宫里的御厨了。他坐下来陪明媛一起吃饭。大哥什么时候学做菜的？沈家生意遍布天下，做的生意也五花八门，其中不乏酒楼。大哥和我多说说以前在沈家的趣事吧。魏明诚见多识广，挑些趣事和明媛说。明媛听他说商场争斗又是如何化解的，不由得夸赞道：大哥担得起一生天纵奇才了。你比大哥有过之无不及啊。一桌子菜，明媛吃了大半，魏明诚反倒没吃多少。你明天想吃什么，只要大哥会做的都做给你吃。大哥不用为我这么辛苦。辛苦什么？大哥还怕太闲了。魏明诚看了眼窗外的天色，时辰不早了，歇会儿就睡下吧，明早肯定要进宫。明媛进宫的比较晚，等他进宫，不止荣王世子、荣王都在了。皇上，镇南王世子妃来了。给北越皇上请安后，明媛再给荣王见礼。见过荣王。这般称呼也太生分了吧，你该唤我一声舅舅。这一声舅舅喊了，外甥身份就定了，万一弄错了可怎么办？无忌一向沉稳，不是十拿九稳，他是不敢呈报皇上的。就算真错了，你救过皇上，救过我，还助我北越救出了假郡主，这么大的功劳，我认你做外甥女儿也足够了。顺公公端椅子给明媛和魏明诚坐，
等退下去的时候，小公公把他拉到一旁。顺公公，世子妃吃不惯咱们北岳的饭菜，他早饭啊是定北侯世子给他做的。定北侯世子还会下厨？顺公公有点懵了，不过他好像弄错重点了。你去御膳房说一声，让御厨别忘了准备大景朝的菜肴，至于端不端上来，到时候再说。北岳京都外10里处一别院内，梁王坐在那里，脸阴沉的几乎能滴墨。昨天他被贾安南郡主挟持做人质带出宫，半道上贾安南郡主就放了他，还给了他解药救北岳皇后。只是当时天色太晚，他赶不及出城了，便在此处别院住了一晚。越想越觉得东陵没那么容易把解药交给他，便让侍卫先回京看看情况，再找个太医来。这药倒是能压制皇后的毒，但半年之内若是没有解药，皇后必毒发身亡啊。有用，但还不是解药。东陵防备他，果然留了一手。梁王不放心，又伸出手让太医给他把脉。太医更惶恐，王爷身中剧毒，这半个月内若拿不到解药，后面的话太医都没敢说。王爷，东陵应该是诚心与您合作的，肯定会把解药送来。梁王也知道东陵急于和他合作，或者说是不得不和他合作，可他却不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东陵身上。他必须得让东陵知道，即便没有解药，他梁王照样能解毒。皇上，梁王回来了。东陵竟然这么快就放他回来了？梁王应该是自己逃回来的，受伤严重，跑到城门口就昏倒了。城门口还真是个晕倒的好地方，只怕这会儿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他梁王孝顺，替皇后做人质，被东陵人挟持出京，又聪慧机智，从东陵人手中逃脱，有勇有谋的很呐。只怕梁王这么做不只是要挽回名声，他重伤不省人事，北岳皇上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就这么死吧？不出明远所料，很快太医就匆匆进宫禀告皇上，梁王情况不妙，不仅中了毒，还中了2种。他医术浅薄，救不了人，其他太医也无能为力。北岳皇上就看向明远了，他知道明远不喜梁王，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梁王毒发身亡。我这就去梁王府。也没行礼，明远转身离开。世子妃，你没事吧？无碍。梁王那点算计，但凡聪明点的都瞒不过。皇上那么聪慧，又怎么会不知道？只是不论作为皇上还是作为父亲，皇上都不能坐视不管呢。皇后娘娘身体不适，怎么让她出来吹风啊？北岳皇后眼眶通红。梁王病倒，太医束手无策，皇上再怎么样也不会看着自己的儿子毒发身亡。这会儿镇南王世子妃已经去梁王府了，之前你没少帮着安南郡主刁难他，你去对梁王有百害而无一利。明远走到床榻前，就看到昏睡不醒的梁王了。梁王所受的皮外伤，我们已经帮着包扎过了，可是这体内中的毒，我们不敢贸然用药。明远坐下帮梁王把脉，如太医所言那般，梁王中了2种毒，只是后一种毒并不难解。为何不给梁王解毒？太医惶恐得很，其中1种毒是不难解，可万一解了毒，梁王醒了怎么办？我们几位太医商议过，给梁王以毒攻毒，又怕拿捏不好分量，迟迟不敢下药方。梁王殿下身份尊贵，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敢呐。10万两，梁王这条命我救了。10万两？这个病要10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我这不正在抢吗？让你来给我表哥治病的是皇上，你敢收诊金？为何不敢？皇上让我来梁王府治病的，可没说不许我收诊金。怎么，太医来治病也有一份诊金，到我这里就没有了？那姑娘气得抓狂，也不去大景朝打听打听。我镇南王世子妃给人治病一向价高，给大景朝的皇亲国戚治病我都照收不误，何况是你们北岳梁王？我给人治病就这个价，太医便宜，你们嫌贵了可以找太医。能不能少收一点啊？我梁王府实在没有这么多钱呢。梁王府有多少？ 5万两。5万就5万吧，
我给你们梁王解一半的毒，等你们梁王府凑够另外一半，我再给他解毒也不迟。难道给荣王治病你也收10万两？为何不收？你以为我会白给荣王治病吗？你是我们北岳的郡主，梁王还是你舅舅呢？第一，我还不是你们北岳的郡主。第二，就算我是，亲兄弟还要明算账，我舅舅的账就更得算得门清。当然了，我从小在大景朝长大，只懂大景朝的习俗。你们北岳兄弟之间感情深厚，梁王府只有5万两现银，倒是不妨让梁王那些兄弟外甥帮他把钱凑齐了。世子妃能不能先给我们王爷解毒啊？堂堂梁王府连区10万两都拿不出来吗？我这就去取银票。不过1刻钟，梁王府管事的就把银票取了来，交给明媛。东陵给你们梁王下毒，还差点要了你们梁王的命，这10万两该东陵出，等你们梁王毒解了，再想办法变本加厉从东陵讨回来便是。我想你们梁王殿下就是讨来20万两，皇上也不会要了充公的。镇南王世子妃说的是，这钱该东陵出，10万两也交给世子妃了，还请世子妃早点给我们王爷解毒啊。端笔墨纸砚来。明媛喝了半盏茶后，方才提笔沾墨，写下药方和针方，怎么施针，扎多深，写的要多详细就有多详细。每3日施针1回，半个月毒就能清干净了。世子妃不亲自给我们王爷解毒吗？要是不放心太医大佬，要不我不辞辛苦，每天来梁王府一趟也行，再加3万两。梁王府总管想吐血的心都有了，他看向太医，世子妃写的详细，我等照着方子做不难。不难就好啊。很快，大景朝镇南王世子妃给梁王解毒，收了10万两诊金的事就传来了。皇后宫里砸东西的声音传开。皇后，镇南王世子妃这会儿就在皇上那儿。在那儿又如何？银票都到他手里了，他会交出来吗？那药方可在咱们手里了，要不了镇南王世子妃手里那份，可以找皇上哭穷啊。扶我去皇上那儿。北岳皇后进殿的时候，明媛笑容满面。皇后也是来找我解毒的吗？开2张药方就收10万两，镇南王世子妃挣钱还真是便宜。如果皇后和梁王需要厚厚一沓药方才觉得10万两花的值，我也不是不能写给你。皇上，你看他。如明媛说的那般，等梁王病好了，想办法让东陵把钱掏出来便是。皇上怎么就这么偏着他呢？皇后都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偏袒安南郡主了，我治病收钱天经地义，怎么就成皇上偏袒我了？就算是偏袒，也轮不到皇后你来质问。明媛和北岳皇后四目相对，顺公公站在一旁频频望向皇上。最后北岳皇后是跺着脚出去的。转眼10天过去了，明媛陪北岳皇上去御花园散步，虽然天还有点冷，但御花园内百花齐绽，姹紫嫣红。那边一小公公跑过来，皇上，宫人在收拾南行宫的时候找到几包毒药。南行宫正是安南郡主住的行宫。你来检查下这些药包。明媛把药瓶拿起，打开盖子闻了闻，这药能治哑，只需要指甲盖那么点儿，就能让人这辈子都说不出来话。2瓶毒药和皇上中的毒无关，先检查的2药包也没关系。最后一包，明媛检查后道：皇上中的就是这种毒。这些毒药是从哪儿找出来的？是在贾郡主的寝殿桌子底下的暗格里找出来的，是宫女彩儿打扫灰尘的时候，手上的珠子掉在地上，另外一宫女耳尖听出声音不对，把桌子移开，就发现了暗格。也亏得安南郡主心细如尘，皇上那么疼爱她，她还怕有人搜查她的寝殿，在行宫挖个暗格出来藏东西，弄虚作假就算了，好歹讲点逻辑吧。南行宫靠河，地势也不够高，这天气地下应该潮湿得很，这药包在暗格里放个3-5天就会受潮发霉变质，这3包药我瞧着还新鲜得很。北岳皇上冷着脸斜过来一眼，娘娘，咱们得早做打算啊。去告诉抚慰大将军，他说的是，本宫同意了。娘娘，去办吧。嬷嬷轻叹一声，迈步离开。世子妃，
梁王失真时突然晕倒，太医吓着了。皇后娘娘，让您速去梁王府一趟。会不会有危险啊？放心，不会有事的。只是明远也奇怪，他是在药方和针方里动了点手脚。梁王和北岳皇后都是心胸狭隘之人，他不得不防一手。失真怎么会晕呢？难道梁王就那么扛不住疼？进了梁王的院子，明远眉头就皱紧了。救命啊！不是说梁王药浴失真时昏了过去吗？能罚太医跪在这里，肯定早醒了。不然梁王府里还有谁能让太医罚跪的？果如明远猜测的那般，一进屋就看到梁王坐在那里。镇南王世子妃不会怪本王劳你大驾来这么一趟吧？太医失真，梁王晕倒，我没有理由不来。此事和太医本无关，梁王罚太医做什么？既然镇南王世子妃帮着求情，那本王且饶了他们。小厮出去让两太医离开，待会儿再放他们走。我给梁王施针，还需他们从旁协助。以你的医术，用得着旁人协助吗？金针刺血本就耗费体力，我的体力比不上太医，何况现在还有孕在身，万一出点差池，我动胎气事小，你梁王只怕会疼得死去活来。你难道不知道得罪我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吗？巧了，得罪我的人也下场凄惨。那荣王世子呢？我和荣王世子的账迟早会清算，但这和梁王你无关。梁王要和我闲聊，可以等施针完，咱们边解毒边聊。施针必定要宽衣解带，梁王站在那里，双臂张开，自有丫鬟帮着把锦袍脱下来。明媛坐在那里，面不改色。看到本王的身体，你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有什么好反应的？一看就知道是纵欲过度。梁王只管放心，作为大夫是不会嫌弃病人的，也不会往外泄露病人的隐私。梁王冷着张脸，明媛起身走过去，伸手试了试药浴的温度。再添3根柴，梁王可以进去了。梁王穿着亵裤进浴桶，一般女子看到男人的身体都会脸红不敢看，但明媛是个例外。走到梁王身后，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直接扎梁王身上了。两太医站在一旁看着，开始没什么反应，只惊叹明媛医术之高，渐渐的就看出不对劲了。那几个穴位对解毒没用啊，那不是用来镇痛的吗？施针只要1刻钟就成了，梁王泡药浴要多耽搁些时间。这回之后毒全解了，就不用再来梁王府了。梁王靠着浴桶，身上没觉察出半点疼痛。说他们是庸医还真是没骂错。这镇痛是不疼了，可事后会更疼啊。梁王殿下，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你惹的是块铁板，不是软柿子呀。1刻钟后，明媛把银针取下。这3根银针，未免下回再跑一趟，这一次直接就把你们梁王殿下体内的毒全排了，有点疼。这银针是镇痛的。梁王府管事的看向太医，显然不大相信明媛的话。确实是镇痛的。丫鬟每过一会儿就添2根柴，以确保药浴温度不降低。约莫半个时辰，梁王药浴就泡差不多了。明媛把3根银针取下，小厮把梁王从浴桶里扶出来。梁王被扶起，明媛就出了内屋，准备走人了。不好了，表姑娘出事了。表姑娘出什么事儿了？表姑娘和荣王世子，他们……快带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刚刚表姑娘惨叫，奴婢进屋一看，她已经失身给荣王世子了。来梁王府2回，照片2回都在。显然这表妹是钟情于表哥的，怎么就和荣王世子滚到一块去了？而且荣王世子怎么来梁王府了？直觉告诉明媛和他脱不了干系。咱们也过去看看。明媛迈步进屋，就看到赵佩儿裹着被子哭，身上红眉点点，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荣王世子站在一旁，明媛走进来，荣王世子来一句：世子妃。这称呼陌生中又带着点熟悉。你不是荣王世子？梁王府管事的脸色一变，一起变的还有裹着被子只露个脑袋的赵佩儿。荣王世子手抬起来，一把将脸上的人皮面具撕了下来。怎么会是你？暗卫一侧头，赵佩儿就看清楚他的容貌了，一口气没提上来就晕了过去。若不是我，
今儿种记的就是我们世子爷了。这样的结果，不知道梁王和皇后满不满意？你怎么会易容成你主子的模样来梁王府？一问之下，明媛才知道他来梁王府果然是个局。他前脚进梁王府，后脚宫里人就匆匆去了荣王府，说梁王装晕找他去解毒，魏明成不在，他怕暗卫护不住他，让荣王世子去梁王府一趟。可不凑巧的是，荣王世子有事不在府里，荣王当机立断，一边派人去找他儿子荣王世子，一边让暗卫易容成荣王世子的模样先进梁王府。就这样，暗卫易容成荣王世子模样，匆匆骑马赶到梁王府。他还带了2暗卫来，只是那2暗卫和那些派来保护明媛的侍卫一样，都被留在了府外。进了之后，还不许他直接去梁王住的院子，说是怕他打扰明媛给梁王施针，稍有不慎，梁王有什么好歹，他荣王世子担待不起。暗卫只能再退一步，被小厮领着去花厅喝茶。因为等的时间久了些，口有些渴，他就喝了。谁想到茶喝进肚，不过小半盏茶的功夫，脑袋就晕晕沉沉的，身体发热，他要逃走，只是起身时四肢无力，口渴的嗓子仿佛都在冒烟了。这时候赵佩儿被丫鬟推了进来，她还在极力压制，只是越压制毒性越猛。赵佩儿抹着眼泪朝她走过来，后面的事无需多说，明媛看屋子里的情形就能猜出七七八八了。那边梁王府大门前，荣王世子火急火燎地骑马赶来。怎么会有2个荣王世子？你是何人？连我都不认得了。荣王世子就在我梁王府，你是哪儿冒充的？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放肆！敢和我们世子爷这么说话？先前来的是假的，是我们世子爷的手下易容来的，还不快把路让开！一个个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梁王府的人就这么怕本世子啊？说。刚刚抚慰大将军的女儿赵表姑娘失身给了荣王世子，只是失身而已，没有性命之忧。爷要不要避开点，免得脱不开身？自食恶果还敢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认账不成？王爷，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表姑娘委身的是假荣王世子，他只是荣王世子的暗卫。梁王脸色大变，他抬脚就要往外走，只是走得太急，眼前一阵阵发黑。接着梁王就惨叫了。之前明媛施针帮梁王镇痛，他是掐着时间的，等他出了梁王府才会发作。只是没想到赵佩儿出事，耽搁了些时间，再加上梁王怒火攻心，导致疼痛提前爆发了。那惨绝人寰的叫疼声，要多吓人就有多吓人。哎呦喂，这惹谁都不要惹镇南王世子妃呀！这虽然是女人，手无缚鸡之力，可要整治人，这不过是抬抬手的事儿啊！皇上，您可得给佩儿做主啊！不为大将军的女儿出什么事了？他今儿去梁王府看梁王，谁想到碰到荣王世子兽性大发，把他给……这下北岳皇上坐不住凳子了。他的婚事要格外慎重，怎么救？皇上，臣妾知道您一向疼荣王世子，可佩儿也是臣妾看着长大的，她是臣妾兄长的心头肉，您一定要给她做主啊！宣那混账东西进宫！荣王世子没见到梁王，也没见到赵佩儿，只在出事的屋子里站了会儿。这事儿我会给抚威将军府一个交代。然后他就带着明媛和暗卫走了。刚走到花园月行拱门处，小厮就来请明媛去给梁王诊脉。梁王是不是疼得惨叫？小厮连连点头。小事而已，你们梁王殿下体内的毒已经清干净了，不用药，疼上2个时辰就好了。两个时辰？镇南王世子妃的话怎么能说得这么轻松呢？才一会儿，我们梁王殿下就受不住了。明媛表示爱莫能助，小厮拦着不让明媛走。荣王世子一记眼神瞥过去，暗卫脚一抬，直接把小厮踹飞了。世子爷，皇上急召您进宫。护送魏姑娘回行宫。暗卫领命。孙儿给皇祖父请安。你还有脸来请安？孙儿是来请皇祖父赐婚的。北岳皇上气得拿镇纸扔荣王世子，可今儿荣王世子没受着，还伸手把镇纸接住了。放肆！
这是皇祖父最喜欢的镇纸，要是因为孙儿摔坏了，孙儿会愧疚一辈子的。这么孝顺的孙儿，真想把他直接打死算了。在辞婚之前，孙儿还想再求皇祖父一件事。说。孙儿身边有一暗卫，在护送孙儿从大景朝回来时立下不小的功劳，孙儿恳请皇祖父封他为一品带刀侍卫。荣王世子要个3、5品官，皇上给了也就给了。1品带刀侍卫岂是你讨要就能给的？我也知道1品带刀侍卫不能随便给，可3、5品侍卫，我怕他配不上抚威大将军的女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佩儿委身于你，你不愿娶她，拿个暗卫打发她吗？皇后还不知道梁王府发生了什么事？梁王府的事，本宫早就知道了。荣王世子笑了一声，从他脸上收回眸光，看向北岳皇上。皇祖父，今儿梁王晕倒，梁王府请表妹去解毒，宫里派人去荣王府找我去护表妹。孙儿当时不在府里，父王怕表妹在梁王府出事，孙儿赶不及去，就让暗卫易容成孙儿的模样去了梁王府。暗卫毁了抚威大将军女儿的清白，孙儿该处他死，但他若是死了，就没人能给抚威大将军交代了。孙儿只能进宫请您赐婚。怎么会这样？这事儿梁王府是最清楚的，皇祖父若是不信，大可以派人去询问。暗卫孙儿带进宫了，人就在御书房外。选他进来。荣王世子说梁王府的情况，北岳皇后还不敢相信。暗卫这身打扮，北岳皇后心都沉到了谷底。暗卫跪在地上认罪。你何罪之有？你是怕魏姑娘在梁王府出事，不得已才易容成我的模样去的。荣王世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怀疑梁王府会害镇南王世子妃吗？是宫里人匆匆去荣王府找我，不然父王也不会做这样的安排。怀疑梁王府的是报信之人，而非是我。北岳皇后气得5脏6腑都生疼，嘴里有了血腥味儿。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能让孙儿的暗卫娶了抚威大将军的女儿。孙儿斗胆，恳请皇祖父看在孙儿和抚威大将军的面子上，赐暗卫1品带刀侍卫头衔。皇上，区区一个1品带刀侍卫，如何配得上臣妾的侄女儿，抚威大将军的女儿？北岳皇上眼底闪过一抹暗芒，别以为他真老糊涂了，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心底门儿清，赐婚已经给足了皇后和抚威大将军脸面了。皇后要给未来侄女婿请封个什么爵位啊？是伯爵还是侯爵，甚至更高？皇上误会臣妾了，臣妾就算偏着侄女儿，也不敢让皇上给她这么高的赐封，那是要靠战功封的。就算皇上答应，百官那儿也说不过去。北岳皇上脸色缓了2分，但看上去还很冷。臣妾的意思是，让荣王认她为义子，佩儿嫁给荣王义子，身份上倒也不算委屈她了。北岳皇上没说话，他在考验荣王世子的大局观。皇祖父，父王一向孝顺，希望皇家和朝廷都和睦。父王肯定不会反对为了抚威大将军的女儿认暗卫为义子，但他也会要梁王府给个交代。暗卫怎么就和抚威大将军的女儿滚到了一起？暗卫是代替我去的，是客；抚威大将军的女儿更是客。2个客人在梁王府出了这么大的事，可不是一句疏忽了就能交代的。在梁王府没有给交代之前，荣王是绝对不会认暗卫为义子的。荣王世子放心，这事儿就算暗卫不要交代，本宫也会要。说完，北岳皇后看向北岳皇上。皇上，这易容术可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前有荣王世子的暗卫凌月易容成镇南王世子妃委身于恒王，如今朝廷还在筹备他和恒王的联姻事宜，这事儿还没完呢。荣王世子的暗卫又出事儿了，2桩事都发生在荣王世子的暗卫身上，臣妾不信这是巧合。孙儿倒觉得易容术是个好东西，正是因为有易容术，孙儿才能安然返回北岳。皇后啊，也别气坏了身子，事情发生在梁王府，暗卫就算易容成我的样子，也不可能在梁王府那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对抚威大将军的女儿怎么样。要真能在梁王府行走自如，暗卫也不至于连个侍卫都带不进梁王府了。北岳皇后气得浑身颤抖，却无计可施。是我做
什么？让我死了干净！都是爹爹不好。赵佩儿掩面痛哭，她不想嫁给荣王世子，只是昨天她去书房的时候，不小心听到抚威大将军和夫人争执。梁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愿意娶佩儿就直说，我女儿不会嫁不出去的，干嘛这么晾着我们抚远将军府？这算什么？如今梁王大势已去，全指着你这个抚威大将军撑着，都这时候了，他还不肯松口娶佩儿，等哪天他翻了身，只怕连搭理都不愿意搭理佩儿了。没有梁王这样靠着你还舍不得后位的。他对表哥一往情深，非他不嫁，可表哥对他始终爱搭不理，气头上听抚威大将军说把她嫁给梁王，他直接就推门进去了。也正因为他同意，所以便没有给他下药，丫鬟才有胆量把他推进屋，然后锁门。在梁王府，赵佩儿跳了湖，回到抚威将军府后，他趁丫鬟不注意，一头撞向假山，幸亏脚下裙摆过长，跑的时候踩到了裙摆，往前一摔，脑袋几乎是贴着假山而过，差一点点就没命了。抚威大将军夫人怕女儿一心求死，一定要劝着她打消这念头才好。可我不喜欢他。娘知道，娘都知道，感情是能培养的。赵佩儿面如死灰，她3天2头地往梁王府跑，去表哥跟前晃荡，跑得越勤快，表哥越嫌弃她。若不是一时冲动，她也不会落得现在这个地步。抚威大将军夫人心力交瘁，又哭了大半夜。女儿睡了，她也放心地睡了。睡得不安中，突然丫鬟的惊叫声传来，抚威大将军夫人惊醒过来，就看到一地被剪碎的嫁衣，而她的女儿倒在贵妃榻上，手腕上的血直往下滴。救得及时，赵佩儿这条小命第3次从鬼门关前被拽了回来。抚威大将军夫人骂她不孝，忍心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她再寻死，抚威将军府绝不会再阻拦她了。她做娘的没护好女儿，出的馊主意害了女儿，她愧为人母，她会陪女儿一起死。女儿不会再寻死了。说完这句，赵佩儿就晕了过去。出什么事了？是抚威将军府来人，请世子妃您去救赵大姑娘。明媛眉头一拧，抚威将军府是带着10万两银票来的。赵大姑娘又怎么了？赵大姑娘昨儿夜里割腕自尽，发现及时被救了回来，但人陷入了昏迷，任凭大夫和太医怎么救，都没法让她醒过来。明媛掀开被子下床，世子妃要去抚威将军府吗？去看看吧。魏明成也起来了，看到明媛，他什么都没说。大哥不阻拦我。我倒是想阻拦你，但赵大娘子寻死了3回，还留了口气，这是老天爷都不收她的命，想来她在这世上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大哥还信这个？哼，柳叔信这个，我觉得听听无妨。有劳镇南王世子妃跑一趟了。明媛坐到床边，帮赵佩儿把脉。赵大姑娘吃了些什么药？就是这些补血镇痛的药，只是赵大姑娘昏迷，没能喂进去多少。明媛开了张药方，让丫鬟熬药，又让丫鬟端了碗盐糖水来，让柳儿捏着她的下颚，一点点地喂下去。喂下之后，明媛才帮赵大姑娘施针。我知道你不想活了，又怕就这么死了，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可知你昨儿走后，梁王是怎么说你的？他说总算摆脱了个累赘，再也不会纠缠着他，要他娶过门了。赵大姑娘本来了无生机了，结果听了明媛的话，气得整个人在昏睡中都绷紧了。明媛说到一半就停了，看向抚威大将军夫人。我知道的不多，剩下的你来说吧。你说的他更信。抚威大将军夫人看向太医，这治奇病用气招，或许能把令爱气活过来。抚威大将军夫人坐到床边，握着女儿的手，根本说不出话。这不是耽误事儿吗？明媛一把将她拉了起来，让赵佩儿的贴身丫鬟坐在床边说。丫鬟站在一旁也是着急，恨不得自己上，可真让她坐下，丫鬟又说不出来了。快说。姑娘，你醒醒啊！梁王夸礼部尚书家的二姑娘生得好看，说要娶她做侧妃。丫鬟一口气说了一堆。赵大姑娘躺在床上，胸口起伏越来越大。
难道真的能把昏死的人气醒过来吗？梁王嫌弃你不是完璧之身了，你要执意不肯嫁给荣王世子的暗卫，他会看在舅舅抚慰大将军的份上，给你一个名分，做他的通房姨娘，连个侧妃都不够资格。嫁进梁王府后，不许你穿美衣华服，只许老实的待在后院，不许抛头露脸。你要再和以前一样缠着他，胡搅蛮缠，就在梁王府修个家庙，你在家庙里亲灯古佛，了此残生。你要老老实实的，他会让你抱一个孩子养在膝下，生是绝对不会让你生的，免得将来孩子生下来被人笑话，有个不清白的娘。刚说到这里，赵佩儿一口血吐了出来。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我可怜的女儿啊！但这一口血吐出来，气也缓了。哎呀，世子妃用方如神呐，今儿个若不是亲眼所见，实难相信呐。既然已经醒过来了，剩下的就交给太医了。世子妃还是多留半个时辰，剩下的再交给我们。如果半个时辰之内没什么大问题，应该就不会有事了。明媛和魏明成出去正堂等候。荣王世子什么都没说。荣王收暗卫为义子，赐皇姓上官。荣王给足了抚威大将军的面子。老爷还是睡会儿再进宫吧，身子累垮了，又有谁心疼你呢？可抚威大将军还是拖着疲倦的身子进了宫。只是北越皇后担心他被荣王收买，说话没那么好听。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妹妹。抚威大将军恼北越皇后质疑他这个兄长，心生不快。我这辈子也只生了一个女儿。荣王府好说话一点，就怀疑想拉拢他。这样怀疑可以，但不该怀疑他会被拉拢。他为梁王掏心掏肺，就换回来这样的质疑。抚威大将军觉得心寒。娘找了好几个道士给你算卦，你和梁王这辈子无缘，荣王义子才是你的良配，将来你们会幸福美满的。我和梁王不也是天作之合吗？娘是给你和梁王算过，天作之合是娘说的。当初给你算你是旺夫命，这样的命嫁谁都好。娘以为会应在梁王身上，没娶你，吃亏的是他梁王。旺夫。等暗卫进来，抚威大将军夫人把赵佩儿交到他手上。佩儿是我的掌上明珠，你要是敢委屈她，我绝不饶你。我嘴笨不会说话，如果佩儿觉得我给她受委屈了，她告也会状，你们就打断我一根肋骨。抚威大将军夫人虽然看不上暗卫，但这话她听着很受用。赵佩儿站在一旁，也为暗卫的话侧目，只是隔着大红盖头，她什么也看不见。不过荣王府办喜宴，明媛没有去，她身怀6甲不便，慵懒地在行宫里待了一天。这事儿先不要告诉世子妃。什么事不要告诉我？魏明成愣了一下，手往背后一藏。大哥藏什么了？魏明成能怎么办？只能把藏着的东西拿出来。明媛一眼就看出那是楚墨尘的鞋了。找到。他脸一白，声音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不是你想的那样，暗卫找遍妹夫出事之地方圆百里，只找到一只鞋。暗卫怀疑是妹夫的，又不敢确定，这才特意送回来。明媛拿着楚墨尘的鞋不松手，眼泪在眸底打转。世子妃别担心，世子爷福大命大，绝对不会有事的。我们虽然没找到世子爷，只找到一只鞋，但和世子爷同行的暗卫我们找到了，虽然受了重伤，但没有性命之忧。世子爷的武功远在暗卫之上，暗卫都没事儿，世子爷又怎么会有事儿呢？只是他伤还未愈，没和世子爷在一处，执意要留下来找世子爷才没有回来。世子妃若是不信，属下这就飞鸽传书叫他回来。他知道暗卫撒谎是为了宽慰他，但这样的谎言骗不过他。暗卫受了伤，又急着找相公，就不麻烦他回来一趟了。我调制了不少解毒丸，走之前记得多带些防身。柳儿扶明媛回去。从知道楚墨尘出事到现在，已经过去不少天了。除了这只鞋，没有任何音讯，只怕情况真不妙了。梁王殿下，梁王府刚刚派人来传话，说东陵送了封信到梁王府给您，里头加有解药。小厮说话声不大，可一桌子人都在听他说话，瞬间就安静了下来。他手一用力，手里的酒杯被他给捏得粉碎了。
今儿多谢镇南王世子妃了。客气了，我收钱看诊是应该的。他和抚威将军府注定不会成为朋友，他帮着治病也是看在10万两银票的面子上。既然收了府上10万两，那我就再多说几句。我从大景朝到北岳这一路，荣王世子的暗卫都在。他虽然只是个暗卫，即便册封为一品带刀侍卫，甚至成了荣王的义子，只怕也入不了你和抚威大将军的眼。但他为人厚道，梁王不是赵大姑娘的良配，他未必不是。既然令爱阴差阳错地远离了权力纷争的中心，就不要再让他卷进来了。我言尽于此，告辞了。明媛说这话是劝抚威将军府不要生出让赵佩儿出嫁帮忙打听消息的念头，只要赵佩儿安分守己，以暗卫的厚道不会亏待他的。想了整整3天，梁王府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最后还是把黑锅甩给了赵佩儿。是他心疼表哥梁王，找江湖道士买了泻药，要给荣王世子一点教训。只是没想到江湖郎中卖假药，错把催情药当成泻药给了赵佩儿，这才铸下这等不可挽回的大错。王弟别气坏了身子骨，东陵居心叵测，是知道你体内的毒已经解了，这才派人送解药来的，是存了心的气你，可别中气了。梁王说的对，镇南王世子妃收了梁王10万两诊金的事，京都人尽皆知，东陵人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多谢2位王兄的提醒，我不会中东陵的奸计的。这就好，王弟一向沉稳，是王兄多虑了。来，喝酒喝酒。回了梁王府，梁王就发飙问是谁给他传的话。我下了封口令，不许往外传这事儿。王爷是怎么知道的？还有脸问我是怎么知道？现在只怕整个京都都知道。想到今天自己丢的脸受的气，梁王气息不稳。去给我找太医来。很快太医就拎着药箱子赶来了。太医以为是梁王气病倒了，谁想到找他来是检查解药的。这是解药没错。梁王脸一阴，太医心咯噔一下跳了。太医再好好检查一下，这真是解药吗？太医再傻也明白过来了，又检查了一遍。这外面瞧着是解药，但里面又下了毒啊！只要服下，1年后没有解药，必毒发身亡。万幸啊，王爷早早请了镇南王世子妃解了毒，不然又中了东陵奸计了。送太医出府。梁王的话一落，就赶紧拎了药箱子要走，只是走了没几步，又被梁王叫住了。把这药丸带回太医院，让太医检查出是什么毒。殿下，太医，你可得放聪明点儿。他们说解药有毒，旁人未必会信。只有这解药送到太医院，所有太医都说这解药有毒，那就是真有毒了。月明星稀，微风徐徐，一道黑影如鬼魅般进了梁王府。是谁？梁王手一紧，几乎要把茶盏给捏得粉碎。请他过来。打落牙齿或血，吞下去的滋味不好受吧？东陵那点小心思，瞒不过本王。作为盟友，我们应该相信彼此。给我和母后下毒，还有脸提信任2字？那毒是下给北岳百官看的，梁王不会不知道吧？看着我成一个笑柄，对你们东陵有什么好处？梁王又何必在乎眼前的得失呢？谁能笑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我今儿个来就是给梁王你送件功劳来的。什么功劳？黑衣人低语了2句。你会告诉我这事儿，只怕东西已经到了东陵了。那又如何？至少你是第一个发现的。你梁王和东陵有仇，大可以请军出征讨伐东陵。有了兵权在手，他荣王何足为惧啊？皇后昨夜做了噩梦，还请了太医，这会儿还病恹恹地躺在凤榻上。等朕下朝去看他。皇上，朝廷册封灵月郡主也有些日子了，她也怀了身孕。大景朝恒王人也在我们北岳，理应尽早送灵月郡主出嫁。让青天监挑个良辰吉日，送灵月郡主和亲。皇上，
东陵包藏祸心，假冒皇室血脉，不仅给皇后下毒，还挟持梁王。东陵此举实在是蔑视我们北越。臣恳请皇上出兵讨伐东陵，扬我国威。打仗不是儿戏，眼下还不是和东陵开战最好的时候。皇后还中了东陵的毒未解，你们是要弃皇后于不顾吗？许大人多虑了，皇后娘娘所中之毒啊，根本不足为惧。镇南王世子妃医术高超，未必解不了皇后之毒。皇上，臣等恳请皇上下旨，让镇南王世子妃给皇后解毒。皇后母仪天下，体内带毒，又如何帮着皇上管好后宫，让皇上没有后顾之忧地处理国家大事啊？镇南王世子妃就算身份还没完全确定，却也在我们北越地盘上，却要10万两才肯解皇后之毒，给国库雪上添霜。此举实在是往云溪郡主的脸上抹黑了。北越皇上坐在龙椅上，眉头紧锁。这时候梁王站出来，跪请北越皇上恩准他带兵攻打东陵，一雪前耻。北越皇上眉头拧成麻花，一半的朝臣请皇上准了梁王所求。北越皇上甩了龙袍下了朝，朝议不欢而散。